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的科目是，这颗 W123-230T1 的分油盘跟加热阀的测试。那这颗分油盘呢，是从230T 上拆下来的。那这颗分油盘，车主是从国外新购的分油盘，它的编号是73689。那这个加热阀呢，也是全新品这加热阀是全新品。那我们在还没有整修之前，我们先来做这颗分油盘它的出油的状况。跟这个加热阀的状况是不是正常？那当然，因为我们新品还需要做调整的。但是首先我们先做它的功能的测试，是不是在正常的状态？好，大哥打开电源 ，OK。那目前大哥这个加热阀的供电加热阀的供电目前是没有插，还没有开始供电。那还没有开始供电，我们看它的这个加热阀的压力在冷车的时候，这个压力是正常的压力。那等一下，可能约莫经过10分钟之后呢，大哥把这个加热阀插进去之后，约莫10分钟之后，我们再来看它的压力变化。大概经过10分钟的时间，那目前这个加热阀已经在充分加热状态了。我们来看它的加热阀，它这个压力泄油压力，目前维持在大概在3.8公斤左右。那刚刚还没有送电之前呢，大概在1公斤左右。那代表这颗加热阀是完全没有堵塞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堵塞的话，那它在冷车的时候，它压力可能会不止4公斤，可能会甚至会达到将近快5公斤，也就是系统压力的这个大概这个压力左手边这个系统压力。那堵塞的话，严重它可能会跟这个泄油压力这个系统压力大概相同，代表这颗新的这个蓄压器它并没有堵塞。接着我们来做这颗全新分油盘，编号73689的还没有调教之前，也就是说它在车上的整个状态的流量测试。那我们看到这4只喷油嘴呢，是从它车厢拆下来的。那大哥已经把这4只喷油嘴都已经全部送给厂商做清洗了，所以我们看到这喷油嘴都非常干净，非常漂亮。
那原来从车上拆下来的状态，我们有看到它是很肮脏的。OK， 那我们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，看它这个喷油盘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好，开始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全新的喷油盘，它的出油的状况，那是不是达到我们的要求？如果说它的流量如果是不正确的话，那我们就需要做调校了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喷油盘经过30年以后，都会被汽油的胶质所堵塞，流量一定会高低误差很大，那会造成我们车子没力，怠速会抖动，油门变成会重油门，那加速的时候呢，那就产生油门踩大之后，就产生那个冒黑烟的状况，因为这颗全新的喷油盘，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我们看到第一缸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缸。第一缸的车位量在170，第二缸180，第三缸185，第四缸165。厂方的要求是15%，那与这颗喷油盘的误差大概在8%左右。我们看到它并没有堵塞的现象。如果堵塞的话，可能1分钟全油门可能会在130、150。那如果以1、2、3的话，它的标准出油量应该在160、170左右。第一个我们得到了结论，第一个，它这个喷油盘是没堵塞的，但是它在车上配上它原来的这4支喷油嘴跟这个喷油盘以及它的这个加热阀这一整组，在大哥还没有整修之前。调校整修之前，它的出油量大概是这个状况。结论就是它没有堵塞，但是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能够更好一点。会等大哥来微调之后呢，使得它每一缸的出油量看能不能维持在5%以内。这颗 W123-230T 的新的喷油盘大哥已经调校完成。因为我们现在所要测试的这些所有的设备，包含这4支喷油嘴以及喷油盘，包含加热阀，这个是全部要整修好以后要装到车上去的。所以说它的误差值，我们在这个机台上面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因为机械式的东西难免都会有误差，何况电子式的，当然它误差值会稍微小一点。那它如果我们可以想象说，如果喷油嘴误差值是15%，喷油盘误差值15%，如果说很不幸的，我们把2个误差值相加的话，就30%。那这样的话，它的误差值就相当可怕。所以说，难得有机会，我们用要准备装到车上面的所有的组件来做测试跟调整。那这样的做出来的东西呢，它误差值绝对是最小的一个方法。那我们现在来做这颗喷油盘的完修的流量测试。那整个阶段会分成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那第二部分就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大哥现在打开电源。我们看到这个加热阀已经在充分加热状态，那这个加热阀的压力也大概在4，它冷车的时候呢，应该会在1。那现在这加热阀目前也是在标准的范围以内。OK， 那我们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，好，开始。由于喷油嘴跟喷油盘它们全新的，都难免，比如说喷油嘴全新的都会有误差，
包含我们刚刚在做未检修之前的测试，它的喷油盘还是有一点点误差，大概在8%左右，跟喷油嘴结合以后，我们希望误差值能够控制的越小越好。很难得，这位车主非常有心，花了时间跟金钱去找了全新的喷油盘跟全新的加热阀来，但是因为由于整体调教出了问题，所以又来找张大哥。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这个 W123的标准出油量，全油门应该是在160到170。目前我们看到，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缸。第一缸170，第二缸175，第三缸175，第四缸也是170。整个误差大概控制在3%左右。跟我们还没有调教之前的8%，已经把这个误差缩小了，所以说，全新的东西，当然还是需要做调教，跟喷油盘，跟喷油嘴，全新的喷油嘴打废上面的误差，也许会加成，也许会相减，那接着我们会做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质量测试。